今天满载而归啊！感谢波尔桌球赞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杰夫。我今天再度来到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。我们今天又来开箱球拍了。开箱哪一支呢？史上经典到不行的球拍，我们立马带大家去看。走。老板，我全要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波尔桌球专卖店哈，然后同一支球拍，我们一次带了5支走，开箱给大家看。老板非常贴心的为观众们着想，另外提供了10个球拍套，抽给大家。那详细的活动办法在我们的资讯栏说明，可以去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正片立马开始，走。各位观众。我们今天要开箱蝴蝶王，立马请到欧式龙卷风叶教练。是，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感谢波尔桌球及蝴蝶Butterfly 赞助。各位观众注意听哦，我们会抽1支蝴蝶王送给大家。哇哦！再来就是我们花了非常久的时间精心设计的 T 恤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喜欢我们节目的内容。愿意支持我们、赞助我们，你可以购买这件 T 恤，好不好？我们会把这个购买链接放在资讯栏底下。我那天去拿这2支球拍的时候，我另外帮选手买了3支蝴蝶王。有人follow我 IG 或 FB 的话，就会知道我那天一次带了5支的蝴蝶王回家哈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那网络上买就好啦，为什么我要去店家买呢？来，我们这边会分享一个经验给大家，因为我是亲身体验。到了现场，我就打给选手，喂，我要买球拍，你要几克？然后呢，他请我在现场做了一些很智障的动作。怎么说？他叫我拿木板敲自己头。我说你在整我。我们今天让叶教练直接分享一下，当你去现场之后，你挑完你要的球拍，挑完你要的重量之后。再来要怎么判断哪一支我该买？难道这边桌上5支88克都是我随便拿1支都可以吗？当然不是。来，我们怎么挑？来，第一，你进到店里面呢，是可能有一些店家的老板他是不允许人家去敲球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球拍它非常贵啊。是。那你是从网络上去订购的话，你不知道说寄过来这支球拍它的好坏在哪里。我们要怎么去测试呢？捏2边，轻轻的敲在头，咚咚咚咚。各位观众有没有听到？那这个球拍它会去分辨它的声音比较闷还是比较响。那清脆好还是闷好？当然是清脆啊。木头呢，它是会呼吸的。你如果认真给它看中间这一层木头的话，它都会有一些小气孔。对，小气孔，它有些可能比较粗、比较大，有些比较细，所以它每一支的声音它都不一样。真的不一样，我现场敲真的不一样。对，另外一个方式，它会握住这2边去。OK。像田区敲完，再敲旁边，可能我敲这个田区它很响，你敲另外一边它会有一些。比较不一样的声音，我就认为说，这支球拍它的硬度不平均，在制作木头的时候，它所切割下来的板面它是不一样的。是，所以我们要挑选球拍，我们要先去看它的木头纹路啊什么，然后再用声音来判别。还有一个是测量这个重量的平均，有些人喜欢头重脚轻，有些人喜欢脚重头轻。对不对？那有些人就喜欢它重量平均，你就拿1只手指头，然后去测试说，我这只木头到底重量是不是平均的？所以当你在去店家前，你务必先确认你要的克数，再来你的柄，你要喇叭还是葫芦还是直柄，再来同一个克数，现场有几只，你再去做判断。这些都小配包。
分享给观众，职业选手他是打得出来的。所以就算你看完这一集，你真的挑完，你搞不好还是没感觉，因为你没有像他们这样子打得这么投入，每天抱着蝴蝶王睡觉。那我们立马就来实际打打看，体验一下。因为我超级零零五这2-3周以来，我也是每个礼拜打明星艺人桌球赛，我也是拿超级零零五下去参赛，所以我顺便直接把我的皮贴到这个蝴蝶王上面，我们实际体验一下，然后给观众一个回馈。我们现在先用超级零零五测试给大家，正手使用 D05，反手使用最新上市的 T19。我们刚刚测完超级零零之后，现在把它贴到蝴蝶王上面，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测主要都是用 T19 测，所以我们蝴蝶王也一样全部用 T19 做测试。好。零零五我现在大概用了2到3周吧，然后一直以来都配 D05 跟 T19。那我们今天没有打 D05，我们今天全部都打 T19，两只重量只差了1克，那我们又贴上一样的皮。我在打起来的感觉，我会觉得蝴蝶王不会让你觉得手空空的，或者是有震动，那它打起来是扎实的，我会觉得在放短球的部分，005会相对控制比较好，我可以控制我要放得更短。那蝴蝶王的部分，如果你的手感不够好，很容易就出台，甚至没有戳到，它就弹出去了你的击球点要抓得非常的好。那在力量在抽球上面，你会觉得005比蝴蝶王赚一点，但是蝴蝶王的力量比005来的大，甚至我觉得大不少。那叶教练部分呢？005的球拍它比较弹，那我的控制如果没有做好的话，这个球它很快，因为它一接触，它球就很快就会跑了。对，那这蝴蝶王有趣的就是说，你控制到球，它会再吃进去，它有一点像是会吸震的那个感觉。对，所以它在控制的手感上，
我是比较喜欢蝴蝶网的。哦，蛮特别的哦，所以我们两个看法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就说因人而异啊。应该是说我平球撞击的攻击球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比较弹。对。但是如果在摩擦球的时候，在抽球的时候，确实蝴蝶网好像稍微再进来一点，是，就是落过去的点稍微再进来一点。是。然后我本来以为是我的错觉，但被你这样一讲，好像确实哦，林如可以拉得比较远。但是一样的力道，一样的手感，换蝴蝶网的时候，我会拉得偏比较近。对。但是我是撞击的这种扒的这种球，你会觉得蝴蝶网好像比较弹。对，很妙，真的很妙。对，所以说你有时候在发力的比较深，两只板子的特性它又不一样。对。对，所以我刚刚在发力在拉球的动作的时候，我只用了6到7成的力量在拉。是。对，那两只来比较的话，我认为它的吃球是不错的。基本上到这个等级的球拍，真的是每个人的习惯是不一样的。对，那它制作过程或者是加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价位不一样，而不是越贵的就一定越好打。是的，加上你还要选择你配什么样适合你的皮。基本上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两只都好打。那只是在一些小细节的部分，甚至发力的部分。如果我两只要交替的用的时候，两只都有它非常有趣的地方跟不同的体验。是，那你只要做一些微调，我相信两只球拍你都可以得到不同的乐趣。是，它蝴蝶网的使用率会这么高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支球拍，它不挑皮。什么叫不挑皮呢？有人会用蝴蝶系列的贴在这支板子上面。有人会用狂飙系列呢，会贴在这板子上面。对，所以说这一支板子在不挑皮的情况下，让蛮多的选手喜欢这一把球拍。那它的木头呢？你知道它是几木几碳吗？5木2碳。对，那它这5层木头有4层木头呢，它是阿尤斯木，它会比较硬，比较韧。对，那2层碳纤维它是方肌方碳，甚至有人拿这个碳纤维来做防弹衣。我们再讲到它最中间这一个木头呢，它是桐木。任何厂商想要我们开箱这些产品，都欢迎来信联络我们，好吧？那今天感谢我们的叶伯明叶教练，好，叶伯明叶教练的这个 FB 在这边，好，那有任何桌球相关问题，甚至想要学球的，都可以联络我们的叶教练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这集对你有帮助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叶伯明叶教练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现在是林云儒的正手抽球。我不是林云儒啊。我们掌声欢迎他。今天我要讲什么题材呢？像叶教练也有好几支球拍吧？有，对不对？就每一支打起来的手感都会不太一样。不一样。我还要跟他去培养感情，因为我拿的削球板在蝴蝶系列里面呢，它都是算绝版的。OK。对。我们有机会让叶教练再分享一下绝版球拍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可以。